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2月21日，杨紫晒出过年与父母及亲友的合照。她留着短发，身穿红衣，头戴棒球帽，和另一位女孩一同站在中间，双方父母分别站在两侧。2025年2月21日，大年初三的晚上，杨紫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过年全家福。照片里，她顶着一头利落的短发，身穿喜庆的红色上衣，头戴一顶棒球帽，和另一位女孩一同站在画面中央。双方的父母则分别站在两侧，笑容满面。这张照片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，但引发热议的却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。一直以来被观众认为娇小的杨紫，在这张合照里个头看起来并不低。站在她身边的杨紫妈妈反而被衬托得格外小巧玲珑，而杨紫的爸爸被网友感叹20年还是老样子。虽然之前传闻他身体有恙，但照片里的他脸上圆润了不少，精神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。就是这张普通的过年合照，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被我们想当然的事情。关于杨紫的身高，互联网上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辩论话题。她的官方资料一直明确写着167厘米，但这个数字在无数次的同框对比中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。很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都停留在《家有儿女》里那个伶俐的小雪，或是后来与众多高个子男演员搭档的荧幕形象里。当他和185厘米的徐凯站在一起时，剧组需要给他垫上箱子来缩短视觉差距。和180厘米的张一山同框，也常常引发关于两人真实身高的猜测。这种强烈的对比感深深烙印在观众脑海里，久而久之，杨紫很娇小就成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签。但这次的家庭合照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参照系。当她和父母、亲友站在一起，脱离了戏剧化的镜头和特意营造的身高差，一种更生活化的尺度显现出来。有网友仔细对比后发现，杨紫的母亲站在她身边，确实显得身形较小。这不禁让人疑惑，我们是不是被那些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欺骗了太久？事实上，关于她身高的讨论常常会忽略一些关键因素，比如她的身材比例。有分析指出，杨紫属于上身较长、腿相对较短的类型，这种比例在视觉上容易显矮，尤其是在穿着某些服装或与腿长比例好的人同框时。再者，她本人并不擅长穿高跟鞋，甚至有过需要人搀扶的经历，因此在一些重要场合，她反而会选择厚底鞋或马丁靴。这种选择本身或许也源于对自身身高的一定底气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杨紫的167厘米身高在内娱甚至成了一种另类的标尺。有网友翻出她与主持人何炅的同框照，何炅的官方身高是172厘米，但两人同框时，杨紫看起来并不比他矮，甚至在某些角度还显得更高。这又引发了关于何炅真实身高的一轮新讨论。与官方身高同为167厘米的林心如合影时出现的明显身高差，也成了网友们津津乐道的悬案。这些层出不穷的对比图，让杨紫的身高成了一个罗生门。但无论如何，那张春节合照至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，在至亲家人这个最平常的坐标系里，杨紫绝非许多人想象中那般娇小。这167厘米的数字背后，或许有镜头角度的魔法，有身材比例的错觉，但更重要的，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对比的参照物都太过高大了。视线从杨紫身上移开，落到照片里她父母的身上，你会发现另一个温暖的故事。
杨紫的父亲，很多粉丝都知道，他曾经是一名消防员。这个职业背景并非一个简单的标签，它深刻地塑造了这个家庭的底色。消防员的工作意味着责任、危险与坚韧。杨紫曾回忆，父亲每次出任务前，都会对家人说：“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看你。”这句话里包含的承诺与风险，让他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地理解了责任二字的重量。后来，为了支持女儿的演艺事业，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，这位父亲毅然辞去了铁饭碗，选择下海经商。从火场到商场，不变的是那份为家庭扛起一切的担当。照片里他脸上圆润了不少，让一直关心他的粉丝松了口气，看来身体已是大好了。而站在另一侧的杨紫妈妈马海燕则呈现出另一种温柔的力量。她是一名资深的配音演员，你可能没看过她的脸，但很可能听过她的声音。她曾为《甄嬛传》里的锦汐姑姑等经典角色配音，艺术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进行。母亲对台词、气息的专业把控，无疑给了杨紫最早的艺术启蒙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杨紫小时候决定走演艺道路时，母亲辞去了原本的会计工作，带着年幼的她四处跑剧组、试戏，一度担任她的经纪人。这种全身心的陪伴与付出，是杨紫能够安心追梦的基石。即便后来杨紫签约了专业公司，母亲不再担任经纪人，但每次女儿进组拍戏，她常常跟随左右，照顾饮食起居。一碗炖了几个小时的汤，是片场最温暖的慰藉。这对父母组合堪称刚柔并济的典范。父亲灌输的是消防员式的纪律、勇敢和坚持；母亲给予的是艺术上的细腻感知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。他们从不用娱乐圈的浮华规则来要求女儿，反而始终保持着普通人家的朴实与低调。有媒体注意到，杨紫妈妈手腕上戴着一个绿色的镯子，从2019年戴到现在。父亲一件普通的黑色衣服也能穿好多年。他们出现在公众视野时，身上没有一件名牌奢侈品，但那种从容沉稳的气质，却比任何华服都更有力量。这种价值观也深深地传递给了杨紫。于是，这张全家福所展现的，远不只是外貌和身高，更是一个紧密的家庭系统所散发出的稳定气场。在竞争激烈、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童星转型是一道巨大的坎，无数人在此折戟沉沙。杨紫也经历过青春期发胖、长痘、被断言不够漂亮，甚至一度无戏可拍的迷茫时期。但每当她感到挫败，想要放弃时，父母从未施加压力，他们最常说的话是：“慢慢来，我们相信你。”这种无条件的信任与支持，成为了他内心最坚实的安全网。父亲甚至会用自己的职业经历来开导他：消防员每次冲进火场都可能回不来，但下次警铃响起还得冲。你遇到困难也得有这股劲。双引号。家庭给予的安全感，让杨紫能够以一种相对松弛和真实的状态面对外界。她可以在社交平台晒出素颜的、头发乱蓬蓬的居家照，可以毫无偶像包袱的搞怪。这种接地气的特质，在内娱精心雕琢的偶像文化中显得尤为珍贵，也为她赢得了极好的观众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来自家庭的稳定情感供给，塑造了他开朗、善良、善于沟通的性格。合作过的剧组同事常夸他是开心果，而他自己也说，喜欢就要表达出来，对家人、朋友、工作人员都是如此。这份真诚，或许正是他在复杂的娱乐圈中，能够与张一山、李现等人维持多年真挚友谊的原因之一。回过头再看2025年2月21日的那张合照，它像一扇窗，让我们窥见了一个顶流明星身后
那个平凡却充满力量的普通家庭。没有资源的堆砌，没有资本的运作，有的只是一对父母用最朴素的方式陪伴、信任，以身作则，为女儿托起了一片可以自由飞翔的天空。杨子站在中间，连接着父亲的坚韧与母亲的温柔。他的身高在家人身边找到了最真实的刻度，他的成长轨迹也清晰地印刻着家庭的烙印。当整个行业都在谈论流量、数据和人设时，这张照片提醒着我们，那些最根本、最温暖的东西，往往就藏在最寻常的相聚里，藏在父母看向儿女的含笑目光中。这或许才是所谓星途中最不可或缺的奢侈品，也是所有讨论起点与归处